大家晚上好。我看看，等了好几天，老范终于讲这个话题了，好吧？提前3个小时搬个小板凳来，这个话题真的需要等好几天吗？意思是有车企会倒闭。哎呀，这几天哪吒汽车讨薪的事情你们没看到吗？肯定是有车企会坚持不下去了。当然了，哪吒汽车倒了呢，并不是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事情啊。真正大家特别关心的事情，一定是这个其他的有没有车企要倒下，这才是大家真正关心的事情。等一下，完嘞。跑步回来了啊，老范和大家周末好。这个鸡蛋灌饼，哎，鸡蛋灌饼，你是啥时候来北京看那个什么来着？哎，等我看一眼。是，我看一眼是哪天来着？核聚变的活动啊，28、29呢，还没到呢。对，来了啊，来了来了，欢迎啊，来了点赞，欢迎欢迎。今天呢，看情况吧，应该是有2个故事啊。第一个是车企60天账期宣言，一场通过内卷实现的反内卷啊，或者叫一场以反内卷为口号的内卷啊。反正我们总是干这种比较奇幻的事情。另外一条的话，我们稍微讲一下这个618临近啊，然后现在国补停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大概是讲这样2个话题。然后啊，好像今天的网络不是很好的，让我去稍微的调整一下，我看一下怎么回事，稍微等一等啊，可能会彻底的抖动一下。因为这个换节点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保存好，行了，没卡挺清楚，但我这边呢就是显示的是卡啊，我这边是有显示的，所以我会去换一个稍微贵一点、稳定一点的梯子去。完嘞，一般换完了以后可能要稍微等一会儿才能彻底换好。好，今天呢是2个话题啊，那我们先开始讲第一个。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一讲车企60天账期宣言，一场通过内卷来实现的反内卷。现在呢，有17家车企宣布将供应链账期控制在60天以内。谁开的头呢？谁跟进的呢？都说了些什么呢？6月10号晚上啊，这个广汽第一个发声了，承诺将供应商账期压缩到60天以内。一汽、东风、赛力斯紧随其后啊，都是在6月10号晚上就说了，同步承诺60天账期。到6月11日凌晨，比亚迪通过官方微博宣布加入啊，强调自即日起实行啊，也就是说从6月11号开始执行。到6月11号的上午呢，吉利、长安、奇瑞、长城、小鹏、小米、领跑、理想、蔚来等车企陆续加入啊。这长城算是6月11号第2批加入的，比较晚了啊。为什么专门讲长城呢？魏建军出来喊说：“哎呀，这个车圈恒大要爆雷了，对吧？”那么现在说咱们都缩短账期啊，因为长城的账期也是很长的，对吧？那么这个长城加入的稍微晚了那么一点点啊，它还是加入了。到6月12号，这个事情继续在升级啊，没有结束。6月12号呢，上汽跟北汽不仅承诺了60天账期，还明确了不采用商业承兑汇票，就不使用商票。这个就没有人再敢去发声、敢去跟了啊！甭管原来用不用商票的，后边都不说话了。那么谁发布了，谁没发布，
谁先要的，谁先被要账，谁先倒下，咱们吃瓜群众呢都要搬好小板凳啊，等着要去看热闹了。那么这个次的原因是什么啊？为什么他们到6月10号都争先恐后的出来说我们要承诺60天账期呢？第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啊，这是一部法律颁布了啊，2025年4月30日通过并公布，2025年5月20日起执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应当依法或者依合同约定及时向民营经济组织支付账款，这个里边是有这样的条款的。然后呢，还专门写了不得以人员变更、履行内部付款流程，或者是在合同未做约定的情况下，以等待竣工、验收、批复、决算、审计等为由，拒绝或者拖延支付民营经济组织的账款。啊，这个是政府啊、国营企业经常喜欢使用的一些理由。然后还写着啥，除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不得强制要求以审计结果作为结算依据。这个像我们以前在盛大的时候都是这么干啊，就是先招投标，比如我要装修房子了，招投标，招投标完了以后，这个装完了，然后过了1年，找盛大结账来了啊，盛大的账期也是很长的，然后我们是要求重新做审计啊，然后对每一项的这个费用重新评估，然后再去结算。当然，你想当时这个很多的装修材料每年都在降价嘛，那么最终结到的钱就会变得很少啊。所以啊，现在也说了，这个不得以这个任何理由去强行的去做审计啊，或者说审计了以后合格多少不合格多少，给你多少钱啊，这事不允许了。然后说，审计机关依法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支付民营经济组织账款情况进行审计和监督啊，这个是要有人去看的。然后，大型企业向中小民营经济组织采购货物、工程服务等，应当合理约定付款期限，并及时支付账款，不得以收到第三方付款作为向中小民营企业组织支付账款的条件，对吧？有一些大型企业就是说，哎，我收到上家的钱，我再给你钱啊，没有这个啊，甭管你收不收到上家的钱，你都得给钱。所以呢，这个导致很多这种，1包转2包，2包转3包，3包转5包的这种，对吧？你甭管收没收到上家的钱，反正你已经转了一手了，那你就该给下边结账。然后说，人民法院对于拖欠中小民营经济组织账款的案件，依法及时立案审理执行，可以依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保障中小民营经济组织合法权益，对吧？因为很多原来这样的事情吧，你欠了钱以后，你到法院去告他，法院不给你立案，说这个不行啊，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是不是我们政府的呀，或者是不是国营企业啊，是不是我们这重点项目啊？我不能给你立案啊，原来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啊，所以现在呢，在民营经济促进法里头啊，把所有这些问题都给你列出来了。这是这一次60天账期的第一个大原因啊。第二个大原因呢，就是长城卫健军出来放炮了啊，说车圈恒大要爆雷了，对吧？大家研究了很长时间，说到底是谁呀？猜了半天，对吧？谁都没法说不是我，因为人家也没说是你，对吧？这个事情就很痛苦了。再往后呢，是比亚迪跟吉利啊隔空互撕这个常压油箱跟高压油箱的事情，撕了很久啊，撕完了以后实在撕不下去了，怎么办呢？工信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以及国家发改委于2025年6月初联合召开会议，召集比亚迪、吉利、小米等10多家车企的高管赴京会谈，说你们来啊，咱们坐下来聊一聊这个事情啊。那么要求什么？电动车制造商自我规范，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汽车或者进行不合理的折扣，同时还就0公里二手车销售和车企长期拖欠供应商货款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大家注意啊，0公里二手车和拖欠货款这事儿没有下什么文啊，就是大家聊一下，交换一下意见就完了啊。交换完了以后呢，大家就回去想了啊，说这都
怎么回事儿？这零公里二手车这事儿肯定没法碰啊，谁也不敢动这东西。那咱们干脆卷另外一件事吧，咱们要么说内卷呢，对吧？你一旦说我承诺开始玩60天账期了，那就有人会被卷死啊！这个要比大家打价格战还要危险的一个姿势啊，用这个姿势再去卷。那么好了啊，不让打价格战内卷了，咱就换个姿势。而且这种是要彻底卷到死的啊！再往后，2025年6月1日还开始实行了一个叫《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啊，这又是一个条例，明确禁止强行使用非现金方式，如商票、供应链金融平台凭证变相延长账期。这个东西指的实际上是提链啊，这个待会儿咱们再去讲啊，这个到底后边怎么办还要再看。那么比亚迪会不会倒下？这肯定是很多人第一个要关心的事情，因为它最大嘛。甭管你是喜欢比亚迪还是讨厌比亚迪也好，对吧？这个大家还是要去看一看的，啊，大概率不会啊。在这儿呢，我想起一句有名的台词，说世上只有一个神，他的名字是死亡。我们面对死神时只说一句话，不是今天。这个是哪儿里的台词啊？是《全游》里头阿雅史塔克的剑术老师教给他的，也是他的经典台词，对吧？就不是今天，所以比亚迪应该死不了。这句台词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不放弃，看谁狠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比亚迪有问题，但是呢，不是问题最大的那个，而且呢，账期不是比亚迪最大的麻烦啊，它有它的麻烦。比亚迪的应付账款有多少？2440亿啊，比恒大当年那个2点几万亿那个还是差远了啊。它的资产负债率呢是74.64%，这个负债率呢其实不算高啊，有比它高的。应付账款和这个总负债呢，算是所有车企里头最高的啊。还有一家跟它数据比较接近啊，但是基本上比亚迪是最高了。但是它这个应付账款呢，跟比亚迪2024年427.21万辆的销量来说呢，还算匹配。它这个427.21万呢，还包括出口了43.3万辆车，所以它在国内卖了300多万辆车啊，出去了40多万辆车，还是可以去匹配起来的。因为有一些车企啊，没卖了几辆车，然后欠一大屁股债，对吧？这个才是更吓人的。比亚迪为什么不怕说找账期的麻烦呢？因为比亚迪玩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就是它反复强调我们叫垂直整合，垂直整合，对吧？什么叫垂直整合？比亚迪的所有配件里头，75%的配件是比亚迪自己造的，电池是自己造的，电机自己造的，3电系统自己造的，对吧？它只有25%的配件是需要对外采购的。比亚迪这就叫垂直整合能力，所以你欠钱就欠这25%零部件的钱啊，其他的都是我们自己的。而且比亚迪呢，除了是一家整机厂商之外，就是它做整车的嘛，它同时还是一个配件供应商。蔚来、小米都是采购的比亚迪的电池，特斯拉的上海超级工厂2期不是造车的那个特斯拉，是做那个储能工厂的那个2期，用的也是比亚迪的电池啊。特斯拉的车用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就在中国是用宁德时代的电池在它的储能这块用的是比亚迪的电池。然后丰田采购的是比亚迪的电机和电控系统，但是这一块呢并不是特别多这一块占比亚迪财报里头的，就因为占太少了，在比亚迪财报里压根没写，所以应该总数量不大。像比亚迪呢，你说大家都这个提前还钱，对于比亚迪来说是不是可以开心一点？对吧？这个其实关系不是很大，为什么？因为比亚迪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强势的供应商，这个不是谁的钱你都可以欠的。你比如说像宁德时代这种，你欠他钱是根本不可能的，比亚迪也是肯定不能欠钱的那么原来呢，它的这个账期，比如跟小米小米原来承诺的是45天账期，现在说你们都说60天，那我也说60天吧，对吧？这个比亚迪还要掂量，说你们这太过分了原来有一家45天账期的，现在改60天了，对吧？所以呢，这个对于比亚迪来说，还算可以吧。比亚迪自己呢是不接受商票的也不接受这种超长账期这个事儿都不用想。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件事儿呢，
比亚迪肯定是做的不好，对吧？他不接受商票，但是他给别人商票；他不接受超长账期，但是他给别人超长账期。啊，这个反正做人差点意思吧。那么宁德时代呢，你不光是不能给人账期，不能给人商票啊，你宁德时代是必须要先预付款的，就是你要买宁德时代的电池，你要先预付30%啊，然后人家才把这钱把这电池发给你，然后货到了以后60天之内你还要再去结账啊，而且那个是要结现金的，不能给商票，不能给其他东西啊，这个是强势供应商的都是这么干的，就是比亚迪如果买了宁德时代的电池，他也得这么去结账啊，这个不可能跟人讲条件的。那你说比亚迪的软肋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把这块给他处理掉，对吧？把这个账期的事情处理掉，他也不怕，对吧？人家60天，他到凌晨啊也60天啊，我也把这事搞定了，他到底怕什么？啊，第一个是库存和零公里二手车啊，这个是比较吓人的。比亚迪的财报上讲的是它的库存周期是35天，就是我把车造出来以后，35天我就把车卖了啊，然后我再接着造新车去了，对吧？它是这样的，但其实呢，这个东西并没有那么容易卖掉。比亚迪走的是传统分销商跟 4S 店模式，都是需要店家去压货的啊，就是你要把这个货先压走。而且零公里二手车这件事的话，比亚迪的数量到底有多少？如果和他们的产能相匹配，这个事情可能乐子就比较大了啊，会非常非常大啊！而且零公里二手车里边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骗补贴，对吧？这个也是这个国家比较难以容忍的事情。现在有关部门呢是稍微敲打了一下，并没有上来说核查，说咱们查一下都有谁有零公里二手车啊，没有去干这个事儿。所以呢，这个事儿是比亚迪比较害怕的事情。如果是压缩商票啊，因为它是都给提炼嘛，如果压缩商票的使用范围，压力呢会上升，但也不会马上就崩，因为它呢是通过商票把现金沉淀下来了，然后沉淀下来这现金干嘛使呢？它放贷放给这个经销商去买车去了，对吧？你再把这个车压货压过去，对吧？或者去玩零公里二手车，它等于玩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啊，所以一旦把这个商票给它压下去以后的话，啊，整个的资金链会变得更紧张。但是比亚迪最大的问题呢是另外一个东西啊，比亚迪最大的问题还是质量问题。就是这次有关部门约谈常压油箱这事儿算压下来了，对吧？政府不会去明确的给一个结论说这个常压油箱到底是合乎法规的还是不合乎法规的，不会说这事儿。一旦说哎，政府下结论了啊，我们调查了，有专业的这个调查组派下去了，最后说哎，这个常压油箱是违规的，那你比亚迪怎么办？你召回吗？对吧？那就死了，召回这么大的产量，对吧？你召回了这事儿一定会死。而且比亚迪的车上类似于常压油箱这种事情应该很多啊，那么这个事情政府就没有提，对吧？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就是比亚迪声称说我这常压油箱合规了啊，我也能够达到排放标准，没毛病。而且呢，说来说吉利啊，你们原来也用过常压油箱啊，大家现在都不使了，对吧？原来大家都使过，谁也别说谁。政府呢，就是说反正你们去炒你啊，我也不给你抹稀泥啊，咱们以后别炒这事儿了，咱们也不说了，我也不证明说这事儿行，也不证明这事儿说不行，对吧？就这样了啊，这个是政府其实真正是放了他一马。以比亚迪这么低的价格，如果对所有的车辆进行严格的检测和召回的话，那它是真的活不下去的啊！但是现在政府应该并不想这么弄它啊，所以还可以接着往前混。那现在谁没承诺，对吧？这么多承诺了，大家看到了，那没承诺的是不是要废呢？对吧？第一个没承诺的啊，特斯拉没有承诺啊，因为特斯拉的账期呢，原来大概是60.5天，本来也差不太多，对吧？就没必要凑这个热闹。而且呢，特斯拉你要去调整的话，它也不是中国这边自己就能说了算的啊，它要到美国总部去问马斯克说，哎，咱能不能调整一下，对吧？人家是全球一盘棋啊，所以他不给你折腾这事儿。然后第二个呢，是合资车厂基本上都不折腾这事儿啊，什么大众啊，什么这个奥迪啊，包括什么这个丰田、本田啊，他们是不折腾这事儿了啊，因为也是这样，就是全球统一管理啊，而且他们本来账期也不是特别长啊，所以这块跟他们没太大关系。那个所有这种造商用车的，还有什么卡车的啊，都不承诺这些事情啊。我们原来该怎么卷还接着卷去啊，你们现在都是这个造电动车的、造乘用车的，你们去卷去了去承诺这个叫做结账日期去了啊，跟我们没关系。
然后这个特别小的快挂了的这种啊，也不用费劲了。哪吒对吧？现在都还讨薪呢，对吧？这个你就不用再去折腾什么60天账期这事儿了，对吧？那都是小问题了。还有一些车厂呢，就是它完全是代工厂模式的，就是这车不是我造的，对吧？车厂不是自己的，自己就是一设计室，所以账期这事儿他们自己说了不算啊，他只管跟最后车厂去结账就完事儿了，对吧？车厂跟下面零配件厂商到底怎么谈账期跟他没关系。其实本来蔚来也是这样一个状态，蔚来现在好像是有一些工厂了，但是啊，他们现在也出来承诺啊。现在没出来承诺的谁？就领跑啊，领跑的他是没有承诺，因为车厂不是他自己的，对吧？跟他没什么太大关系。那么所有不敢做60天承诺的小品牌，现在一共是17个品牌承诺了，对吧？所有没承诺的这些啊，这个小品牌、新品牌啊，就不建议大家再去买车了，太危险啊！这个内卷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这些车厂可能就混不太下去了啊，所以这块大家要仔细去看啊，到底有哪些车厂没有去承诺这个事儿。那么再往后呢，咱们讲一下商票跟银票的差异在什么地方。上面讲了啊，这个上汽跟北汽已经承诺了，说我不给商票，对吧？别人也不敢接这话茬。但不给商票，难道到60天就给现金吗？不可能啊，没有任何车企敢说我到60天以后给你上起那个现金的。但他们给的是什么东西？他们给的是银票啊！银票呢，不是咱们古代看武侠小说那种银票啊，这个东西的名字呢叫做银行承兑汇票。敌链这种东西啊，包括长城链啊，这个东西呢叫商业承兑汇票啊，它是不一样的东西。那么银行承兑汇票是什么？就是银行开具的，银行刚性兑付。你比如说我这个60天了，我给你一张银行承兑汇票啊，这张汇票呢可能又是60天啊，你这就120天了，对吧？但这60天呢，到60天的时候，银行就直接给你钱啊，甭管这个对方账上有没有钱，银行都给你，对吧？它是这样的一种支付方式，由银行开具的。而且银行开具的时候呢，它是需要审查企业的信用额度，它是不能乱开的。你说你企业没有这么多钱啊，我多开出好多这个银行承兑汇票来，银行也不会承担这种风险，对吧？而且呢，这个银行承兑汇票是可以质押和流通的。比如说，哎，我这儿拿到一张，假设是上汽给的银行承兑汇票了，对吧？然后我要再去进原料了，然后但是这个承兑汇票没到期怎么办呢？我可以直接把这承兑汇票发给下一家，说你到60天的时候啊，你去拿这个上银行拿钱去就完事了，对吧？你先把下面这货交给我，对吧？它是可以直接流通的啊，或者说我找到银行或者找到一些什么样的这种金融机构，我可以把它质押给你，我先贷一点钱出来，我先花着啊，这个是可以的。如果说我着急了啊，我实在是着急了啊，我现在贴现，什么意思？就是说，哎，60天我等不了了啊，我现在就要把这个钱拿出来啊，它利息也不高啊，大概是2%到4%的利息，你可以把这钱拿回来。对于主机厂商来说呢，银行承兑汇票会显示在财报里头，就是你开了多少银行承兑汇票，那财报里会有的啊。如果到期了，你账上没钱，对吧？比如说人家到这个银行承兑汇票到的日子了，然后你现在账上不够钱了，那这个你是这个主机厂商是要去支付逾期利息的，对吧？你没到期啊，或者到期了你有钱，这个正常支付了，银行除了收个手续费之外，其他的是不收的啊。但是如果到期没钱了，你就老实付利息去。那商票是什么呢？敌链、长城链这种东西叫商票啊，就是它是企业发行的，由企业担保，企业是完全不进行审计，随便开啊，我到底账上有多少钱，我有多少能力支付，我不管啊，反正我就往外开了，对吧？这个恒大当年挂掉了，就是大量的商票开出去，最后没法兑现挂掉的。所以说车圈恒大里头一定是有这个商业承兑汇票的事情或者敌链的事情啊。那么这个里头跟这个区块链没关系啊，这个链是供应链的链啊，叫供应链金融啊，是企业自身开具的企业承兑汇票啊，是或者叫数字支付凭证。它呢风险非常高啊，因为恒大就是这么死的嘛，就是你一旦企业挂了，支付不了了啊，你是没有任何办法的。而且最后是企业兑付，第一个是周期非常长啊，他们现在比亚迪的供应商拿到敌链经常是180天或者是120天就直接拿到一个特别长的这种这个敌链的票啊，它是而且还不是说我把货交了就可以拿到这个，是你交了货了以后验收成功了啊，然后比如说再过个90天啊，或者是120天，我再给你一个120天的这个敌链的票啊，它是这样来工作的。而且到兑付的时候呢，你说，哎，我现在拿着敌链的票，我来要钱来了，
一事一议啊，你还要想把钱要回来，你还得到那儿装孙子去，对吧？不一定要得回来，或者到那儿了以后说，哎，再给你拖2天，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这种敌链的票呢是没法流通的啊！你说我这儿这个拿到一张敌链，我先把这票给下家，你能不能把货给我？这事不允许啊，也没人认这东西。你说我把它质押了，我先拿点钱出来花行不行？也不行啊！你说想贴现啊，这可以啊！你说我贴点钱进去，我先把钱拿出来，我懒得等了，可以啊！这个贴现率多少？8%到15%啊，这个就是比较狠的了。而且上敌链的这些票呢，它是财报上不显示的。对吧？而且也没有这个利息、有息负债这东西都不显示在财报上啊，就财报会比较好看。那么国家对商票这件事到底怎么规定的呢？对吧？前头不是说国家规定了吗？你必须要付现金，60天要付现金啊，你不能给人商票啊，对吧？国家规定的是这样的啊，叫不得强迫供应商接受商票啊。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后你们哪个供应商再想给比亚迪供货，你要多签一份协议。这个协议叫什么呢？叫自愿接受敌链啊，这事儿是我自愿的啊，你们谁都不要劝我，我真的愿意啊，我就喜欢敌链，你们不要给我现金，你不要侮辱我，最后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敌链应该还是会存续很长一段时间下去，因为你如果说现在不让他用的话，他现在积攒的这些敌链就需要马上兑付啊，这个事儿他付不出来的啊。那么那些没有承诺不用商票的车厂是什么情况呢？啊，有一些比较大的你只能继续用啊，这个逐步调整，比亚迪啊，这个吉利、长城啊，这些你肯定要继续用下去，啊，你不能说我表演这个当场兑付啊，这个现在我就把这个超过60天的直接给它付掉啊，这是肯定不行的，表演原地死亡这是玩不下去，那么只能是继续玩什么垂直整合啊？什么叫垂直整合？就是地主家的土地是怎么扩张的啊？你不是活不下去了吗？你把厂卖给我吧。对吧？它是这样来进行垂直整合的啊，所以可能过一段时间，比亚迪的这个零件自给率就会从75%达到比如80%或者85%，就慢慢升上去了，对吧？它就会把一些玩不下去的厂直接收掉，然后一些小的代工模式呢，他自己说了也不算，这事儿跟他没关系。至于小米这样的啊，这个新来的，对吧？小米的本来支付就很快啊，因为它是45天它就交付了。对吧？这45天就给人付账款了，而且小米因为时间短，它并没有形成完整的闭环和这个供应链金融体系。供应链金融体系就是小米也有供应链金融，但是它是跟银行一块做的，所以小米本来开出来的就是银票啊，它是这样，它压根没做这个东西。小米呢是有全套的金融牌照，就是它有能力来做这个事儿。它在原来做家电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代工的，厂子不是自己的，所以它也不需要这个玩意儿。做汽车的时候呢，第一个时间太短，才做了1年，对吧？它还没有到这个滚动的转不起来这个状态。还有呢，就是它没库存压力啊，这个你现在买小米汽车还需要等好长时间呢，所以这一块呢，它也无所谓，反正我钱都收拾了，对吧？这个车也都订出去了啊，我收拾钱我就给你付就完了啊，所以它并不是特别着急。至于未来它是45天付钱还是60天付钱这个事儿呢，看小米后边怎么决定了。那么下一个事儿啊，咱们要思考的是什么啊？就是做了承诺的公司哪个先死啊？不是说没做承诺的公司才会死，做了承诺的公司也是会死的啊。那么有一些可能就是打肿脸充胖子，说我不承诺就没人买我车了啊，我就挂了，我得承诺。但是这个饮鸩止渴一下，没准过2天我也得死啊。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先看看账单吧，谁欠的钱多？对吧？这个谁欠的钱跟这个销量不成比例啊？那么咱们看看他们可能先死啊。前面呢有一坑啊，说还有一家跟这个比亚迪不分伯仲的，也欠了好多钱的是谁啊？那是上汽。这个上汽的资产负债率呢没有比亚迪高啊，上汽的资产负债率是63.77%，比亚迪呢是70%多啊，所以它负债率低。应付账款啊，比亚迪是2440亿啊，它呢是2411亿，稍微差那么一点点，但是比较接近了。上汽呢有一点啊，这个做的还不错，什么？就是车卖的多啊，它的车是401.3万辆车，2024年的财报，然后这个401.3万辆车里头呢，出口了103.8万辆，啊，这个它的负债跟车的数量基本上是匹配的。
对吧？你像比亚迪也是400多万辆车，它也400多万辆车，比亚迪欠了400多亿啊，2400亿，然后它也欠了2400亿，所以这个数基本上是差不太多的。啊，以后再问说中国谁出口的车最多啊？记住上汽103.8万辆车出口了，对吧？而且它出口的车都不叫上海啊，也不叫什么这个上汽的牌子啊，它出口的都是什么名爵呀啊，还有各种的欧洲品牌，它都按这个牌子去出口的啊。但是它出口的车很多。然后上汽呢，还是不用太担心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它是个大国企啊，大国企呢就不太用担心倒闭的问题。啊，银行亏死了也不能让上汽挂掉啊！你最后实在说没钱了，你让银行给钱啊！银行说我审计不通过，我没法给你钱，市长带着你去要钱去啊！这个事儿以前我在山东的时候遇到过，税务局局长带着一个那个马上要破产的企业找银行贷款去，说那个你要给他贷款，那银行说他账上没钱了，也没什么资产了，我已经给他放了贷，他没还呢，对吧？我不能再给他贷款了。但是那个说那不行，他没交税呢，这个税是不需要交的。对吧？你必须要让他这个把税交了，然后银行说那我再贷给你一笔款吧，这个钱压根没进对方账啊，直接税务局拿走了。所以银行死了，上汽都死不了啊，所以不用担心。上汽可以承诺不用商票啊，这个原因也很简单，就是他们的供应链金融体系本来就是银行帮忙去搭建的，他们就直接啊到60天给人银票就完事了啊，所以这是上汽，不用太担心。然后比亚迪、吉利、长城啊都属于是欠债。但是呢，比例合理啊，就是你按照他欠的钱，跟他们卖掉的车的这个数量比呢，都还不错。吉利可能要稍微再好那么一点点，就是吉利的车大概300多万辆，然后吉利欠的钱还要再少一些，对吧？那么长城呢，跟那个比亚迪的比例其实基本上是一致的。然后这个里边还有一些不太会倒的什么，就是这种大国企啊，就是跟上汽那样的，长安、长安、东风、广汽、上汽、一汽这些做了承诺的企业都不会有什么事儿的啊。啊，这个里头唯一比较费劲的是东风啊，东风呢前面正在惦记跟长安合并啊，估计他的日子没有那么好过了，但是因为是大国企嘛，所以应该不会让他们死掉。那有没有这种这个欠的钱很多啊，这个欠的钱跟这个销量不太成正比，还不是国企的，就是可以死的这种企业有没有呢？2个啊，供大家参考。第一个是蔚来，啊，蔚来的资产负债率是87.45%，对吧？这个是所有车企里边最高的。他呢没有说我到底这个欠了多少钱啊，他的这个财报里就没公布。销量20万辆啊，他这个数是很少的，前面那些都是几百万辆的出车，对吧？他这个销量不够。然后呢，后续销量还不好说，现在蔚来这个卖车也挺费劲的。它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它亏损，对吧？其他咱们讲的这些车企再怎么着，人家是盈利的，对吧？虽然我欠了好多钱，但是至少我把报表做盈利了。那未来还亏损，而且越亏越多，后边怎么盈利还不知道。所以呢，它有可能是挺不过这一轮的啊。然后另外一家啊，也是资产负债率80%多的啊，比它这个蔚来87.45%稍微少一点点啊。这个资产负债率是87.38%啊，也基本上难兄难弟了。这公司是谁？叫赛力斯啊，就是造这个问界这些车的公司。它的应付账款呢是685亿啊，这个确实比那个2400多亿那个要少很多了，对吧？但是2400多亿的这个，甭管是上汽也好，还是比亚迪也好，人家卖了400万辆车，对吧？这个685亿卖了多少辆车呢？40万辆车，对吧？相当于是销量上是比亚迪和上汽的1/10。应付账款呢是比亚迪跟上汽的1/4多些啊，不到1/3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它属于欠债的比例不对的这个，对吧？你没卖了几辆车，然后你欠了好多钱啊，这个后续的销售，现在赛力斯呢也有他头疼的啊。现在大家再去华为的这种店里边去看，摆满了车啊，这个赛力斯只能站在一个角里头，剩下的什么智界啊、什么享界都在那摆着呢。尊界现在还没有到店，但我估计尊界这种车应该不太会到店了吧？现在我们家附近的那个华为店里头，租了一个巨大的停车场，然后把各种的车都摆在上头让人看，对吧？这个注意力分散了以后，赛力斯的问界以后到底能卖掉几辆不好说了，对吧？所以这2家呢是目前来说稍微有点危险的。
那下一步看什么啊？这个吃瓜嘛，姿势一定要端正啊。我们研究一下啊，这个下一步呢，我们要等供应商出来发声，要出来讨伐，对吧？上面人说，哎，我60天了，对吧？后边我们要看了。其实呢，讨伐的声音已经开始了啊。6月10号，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发布了维护产业链整体利益、共同抵制内卷式竞争的一个文件。部分汽车企业依托自身供应链金融平台，在钢铁等上游企业供货后迟迟不给货款，延迟几个月才通过企业汇票支付，把本该自己承担的融资压力和融资成本，通过这种合同账期的方式转嫁给了上游供应商，不断拉长供应商账期，导致钢厂资金压力倍增。中钢协还表示，针对个别汽车企业拖欠货款的账期模式，坚持行业提出不给钱不发货的原则，就是你以后不给钱我不给你东西了，坚持抵制延迟货款的不良行为。这个比亚迪呢，它自己可以造电池啊，可以造电机，可以造芯片，可以造什么3电系统。但是它不能自己炼钢，对吧？它得上铁皮这些玩意儿，它肯定是或者钢卷、钢带，肯定是要去找这个钢铁厂去买去啊。那么这一块肯定是压得很厉害，而且现在钢铁厂呢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弱势的，对吧？大家不需要那么多钢铁了嘛啊。那么这块肯定是把中钢协压得很惨啊。这个任何一个钢铁厂都不敢出来说比亚迪怎么回事，人家还想继续做这个生意呢啊。但是呢，行业协会出来骂人了。然后后面是等待这个未来年底看看能不能盈利啊，这个也是下一步可以去吃的瓜。别人呢都是盈利了啊，准备修正报表了，对吧？你做这个提炼也好，做其他也好，都是为了修正报表的。这个未来是距离盈利还遥遥无期啊。然后再下一个大家可以等吃瓜的就是赛力斯的这个遥遥领先，看看是不是会出什么幺蛾子吧。赛力斯是盈利的啊，但是这个账啊，这个欠的钱和这个卖的车的这个数量不是那么匹配。最终呢，结论是什么？内卷不能停啊，只是换了一个更狠的姿势。大家继续啊，这个至于大家最恨的这些公司，今天不死啊，反正不是今天啊。咱们再重复一下这个阿雅史塔克的这个名言啊，不是今天啊。咱们最后看谁死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好，我们来看看大家有什么评论。舒服歌还是传奇歌的背景音，哎，这些其实都是叫什么呢？都是民企啊，就是甭管是李书福还是王传福，都是民企。来了啊，欢迎。这种60天的付款承诺应该会有更多的变通方式应对吧？例如严卡验收啊，这个他们不会严卡验收的，他们还是会压价格。至于应对的话，就是商票跟银票啊，银票就已经算是比较有良心的了，对吧？商票这个事儿呢，一时半会儿还解决不了。现在网上有3类脑残粉巨多啊，一个是华为粉，一个是小米粉，这个还有一个是比亚迪啊。小米我觉得还好吧，我觉得小米的粉丝一般来说还是就是像我这样的工程师比较多啊，就是性价比之王。先点赞，欢迎，晚上好啊，来了点赞，欢迎啊。小米提车了吗？啊，没呢，我等着那个出预期呢。比亚迪确实到了危险的边缘啊，但是这个怎么说呢？还是可以再等一等的啊。这个比亚迪肯定有比它更脆弱的啊，他把别人熬死了，没准他又往前走了走。这个北汽极狐怎么样？不知道啊，这个还是要小心一点。丰田最靠谱啊，这个肯定的，没有任何问题。比亚迪不会死的啊，我这一阶段已经听了好几个周围的人在买比亚迪了啊，这个它确实便宜啊，对吧？那么便宜，你还要这个什么自行车啊？
丰田落后了啊，这个我觉得不用太想落后的事情。丰田现在国内也在出电车，他们就是甭管是大众、福特、丰田，对吧？在中国呢，都在积极的参与中国电动车内卷，啊，他希望说我练了一身好本领以后，去美国卷去啊，反正美国不让中国人卖嘛。油车啊，这个他们也在做电车。来了点赞啊，油混这个事儿，反正我是很不喜欢。在电车的市场里边，比亚迪的性价比还是比较明显的啊，这个是真的。现在呢，吉利在狠狠的跟它竞争了。今年吉利的2个迷你电车卖的不错，是的，吉利银河今年还是卖的挺好，基本上吉利银河就是对标着比亚迪去的，就是比亚迪你出什么车卖的好，我就马上来一款。丰田采购比亚迪电池做的车，现在都是跑网约车的，哎，甭管跑什么吧，丰田有丰田自己的这种标准，啊，它能过丰田的检验标准，能够让丰田采购来卖啊，那丰田就是压上了自己的这个品牌形象了。车这么贵，一直不降价，怎么卖得出去？谁说一直不降价？现在一直在降价，大家疯了狂的降价。这个丰田纯电确实不怎么样啊，我没见过丰田纯电长什么样。比亚迪是60加9个月商票啊，这个是很正常的。比亚迪商票有人接吗？没人接，谁接这玩意儿？你比亚迪商票只能是去找比亚迪自己去贴现啊，你能把钱弄出来。今天就一个话题吗？有可能还有一个啊。当年福特状告比亚迪侵犯电池专利，现在反过来采购比亚迪的电池，憋屈啊！哎呀，我觉得啊，这个我们不要这么想这个事儿，就是每件事儿都会过去，对吧？你起诉了，起诉完了以后，甭管告输告赢，对吧？拿不拿到这个赔偿金，反正这事儿过去了，后边该合作合作。我不能说，哎呀，我今年看着你不顺眼，然后我这辈子不理你了，那是小孩儿，对吧？这个现在谁像小孩似的？苹果是个小孩这个乔布斯临死之前啊，拉着这帮人的手说：“哎，这个记住啊，以后不允许买英伟达的显卡啊。”到现在为止，苹果也没买英伟达显卡，对吧？这就属于小孩赌气啊，没有必要。吉利怎么样？吉利还是挺猛的啊！吉利这是真金白银买技术啊，什么沃尔沃呀，什么一大堆的莲花呀，买了一大堆这种技术回来，也培养了一大堆人啊，然后这个他们技术还不错。比亚迪今年的销售目标实现不了了，这个他们会努力的啊。又有一个啊，这个吉利的车还行，是的，这个反正比小米的好，你也没开过小米的。这个上班代步确实买个迷你电车就行啊，新车5万以内，开几年开到报废不心疼。这个看吧。我觉得还是车不能太小啊，车还是要稍微大一点，安全。太小的车不安全。国外它的销量还不错啊，国内销量已经有1年左右，这个一直维持在30万辆左右了啊，几乎不增长了。看吧，这人家再想办法呗，比如说再推出一些更便宜的车型，再降价什么的啊，或者再向这个二手车商里再压一压呗。一直都在骗补贴，谁不知道啊？就是不给老百姓发钱啊，最后都是自己人搞死自己人啊，这个没办法。这个小米没告诉你还没拿到车呢嘛？特斯拉开了啊，感觉一般啊。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这种真正需要驾驶感觉的车，就还是代步啊。大众全球是30天实付，没有商票什么的。我觉得大众啊，这个包括丰田啊、本田这些日本车企，在这块还是做得很好的啊，这块还是需要学习的。比亚迪就该被淘汰，也没必要了，人家反正没准还能再卷死很多家呢。之前关注的谁啊，拆了比亚迪皮卡，比亚迪出口用的是焊接油箱，直接把这个工程师给整傻了。因为复合材料油箱已经替代焊接油箱超过20年了，啊，比亚迪皮卡也是焊接油箱，不应该吧？它是混动车吗？
因为我国内它是比亚迪皮卡在国内是不卖的啊，因为它是混动车是必须使用这个高分子材料的这个高压油箱的，对吧？这个燃油车无所谓，燃油车都是焊接油箱，像我们的燃油车都是焊接油箱。但是我不太了解啊，比亚迪皮卡是混动还是燃油的？蔚来要倒啊，销量不行了。对，蔚来是真不行。商票到期了也不一定100%兑付，是的，因为是人家自己的嘛，就是你不兑付，你找他没地儿找他去。比亚迪有深圳市政府支持，比亚迪有好多政府支持，他在西安也有工厂，在河南还是在哪儿也有工厂，在深圳也有工厂，他一堆工厂嘛，你只要在那建工厂，政府都支持。那些牌子都没听说过啊，这个没听说过也挺好的。给银票就不错了啊，这个是真的。现在给银票就不错了。那不买小米啊？没事我买。比亚迪呢，就是它的整个的财务状况其实还凑合。就是你只要不要对比亚迪所有的车去做安全检测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啊，这个整一堆这个检测厂，然后整一堆律师，然后挨着个的把比亚迪原来这种，比如说8万的车、7万的车、5万的车拎过来，啊，按照这个国家的标准一条条去对啊，这个他就没事啊。你要干这个事儿，他基本上就挂了，进保证金就完了，这什么意思？比亚迪国内跟国外的配置跟技术标准是一样的吗？不一样啊，国外的一般会用的好，国外的一般用的会好一些。比亚迪油车挺次的，这个没开过啊，我是没开过。首先倒下的应该是蔚来，对，蔚来我估计是第一个。赛力斯呢有些危险，而且赛力斯如果真的财务上出问题的时候，华为是救不了他。华为是一般不会去救任何人的，而且华为会从赛力斯身上不断的往外出钱。今年降价明显，合资车都在减配了。是的，中国没有 factoring 的业务嘛？啊，中文好像叫做保理，这是做什么的？也简单来说就是银行对发票进行贴现，这个不是这么了解了啊。魏小李要倒，小鹏现在还凑合啊，小鹏还行。理想呢，它确实是欠的钱跟他卖的车之间的比例稍微不是特别平衡啊，理想是有这种问题的啊，但是也还混得过去，而且理想早就盈利了嘛，一个月卖5、6万辆车这个事儿，只要是你的车一直在卖，就不用太担心。所有车厂倒闭的第一个是你车卖不掉啊，这个是马上就挂掉了。比亚迪的车不知道，我没开过比亚迪，我坐过，但是从来没开过。有保理啊，那个要求特别高啊，好吧。看来这个国内也是有了，要倒了，老铁们啊，这个比亚迪还可以，比亚迪办不了保理吗？这个就不知道了。比亚迪电池真不咋地，烧了这么多啊，比亚迪确实烧的比较多啊。比亚迪的资产负债的统计很有问题，压着供应商的账期不付，这部分就完全不计入统计啊，这样会把供应链上下游全部拖到这个资金金融游戏里面。这几千亿的应付供应商账款实际上就是负债啊，不过这个负债不是比亚迪自己承担，它这个2440亿呢，应该是说人家把货给我了，我还没给人提炼呢啊，这个应该是2440。然后至于说付了提炼出去以后还没有给人钱的到底有多少，其实不知道啊，因为付了提炼以后呢，它就已经不是应付账款了，对吧？它这块就已经是这个不在财报上显示了。之前也说过这个问题，就是香港企业担保等重大决定在 IFTR 规则下，在上市公司的报表上根本找不到。之前恒大出现这么大的缺口，也是这个问题。
主要是敌链是独立运行的实体，根本不在报表上体现出来啊。对，是这样。刚才我们也讲了嘛，保理一般下游要央视什么意思？没看懂。玩啥？这个收购小厂子，对，他会把小厂子弄死啊，直接那个搞掉。央企啊，央企是可以做保理的，看来比亚迪还是做不了这东西啊。淘宝现在都搞未付先用了，这个很多都在搞啊，国外亚马逊也在搞。上年供应商维权的时候啊，就爆出了比亚迪要求供应商兑付商票的条件是降价，不接受就不剔除不接受就剔除出供应链啊，等于是折扣打2次，是这样的，比亚迪是挺黑的。小米汽车熄火，你这个哥们儿怎么老惦记这种烂事儿呢？啊，当年贾跃亭也在乐视大厦被讨伐过啊，讨债过，好吧？上汽要倒，上汽倒不了，上汽一堆牌子，上汽牌子巨多，各种欧洲品牌，对吧？你比如说包括那个别克啊，然后那个桑塔纳什么一大堆这种欧洲牌子都在他手里头。欧宝好像也是他的啊，存量车存量车比存量房好卖啊，但是问题是存量房在涨价，原来房地产在折腾的时候，存量房是一直在涨的，存量车你搁在场上，它是在不停的掉价的，这个不一样的。赛力斯的股票涨了，怎么回事啊？赛力斯有很多人觉得我拉一波，你要来接的话，不是有傻叉接了吗？然后再早的时候就让那些傻叉去接盘啊，所以你别老惦记涨了怎么回事。这个华为早晚被于大嘴玩死啊，这个玩呗，很开心啊。冥界 A 股大妈盘啊，我炒股从不看财报，赛力斯大赚了一笔，电车就是下一个光伏啊，这个光伏现在已经快玩不下去了啊，钢铁产能也过剩了，早就过剩了，盈利不了啊，赛力斯是盈利的，至少报表上盈利吧。国内合资的旧能源车现在价格也降了很多，对，降了非常非常多啊。说是这次目标就是比亚迪啊，有人想吞它，吞不掉。比亚迪你要想吞它太费劲了。油车没人买了啊，这个油车现在在国内确实很难，特别是你牌照的问题也很难搞。北方冬季寒冷地区啊，还是旧能源车更合适啊，这倒是真的。就是电车对于这个叫做什么寒冷地区确实不太耐受。回国2礼拜打车很多，坐了各式各样的电动车，感受是这个地球从来就不是平的。现在各自封闭的世界里，似乎是平行宇宙，也不是个坏事吧？各自按照自己的逻辑疯狂野蛮生长。是的，就是我坐过各种各样的电动车，也基本上都是打车坐的。说北方适应油车的是南方人吧？啊，你是北方人吗？你在那瞎折腾什么呢？日系电车碰到过2次，在天津打车，问了一下司机，只能开300多公里，也不知道为啥啊，这个我还真没坐过。北方城市里边可以用电车，但是节假日回家电车还是不方便啊。对，高速公路充电是比较费劲的。现在银票也有风险很大的啊。现在外企也变通了，以前只收货币，现在也收银票了，但是只限国内5大行啊，这倒是真的。你收银票，你不能收小行的啊，小行的是比较吓人的。比亚迪出口的是 Shark，就是混动的啊。如果它出口的这个鲨鱼皮卡上用的是这个常压油箱的话，那可能澳大利亚需要好好的检查一下自己的法律法规了啊。反正传福哥说的是，我们会根据各国法律发送这个常压油箱和这个高压油箱的啊。那可能澳大利亚的法律法规就没有要求他用高压油箱。薛定谔的质量会坍缩啊，这个不研究了啊。所以现在新能源车会成为当年的恒大吗？现在其实国家还是希望他们能稳定往前走
啊，他们呢也是希望说把这个小的不太健康的卷死，剩下呢咱们接着往前走。没补贴会死一批车企啊，补贴的事儿咱们待会儿再讲。下一个故事咱们讲补贴。我有比亚迪混动车和领克的车，领克的车就是这个吉利的，领克的做工用料明显要好很多，但比亚迪的混动真的很省油啊，混动车确实省油。吉利的车的品质还是不错的啊，极客、领克其实都做的不错。有点像修仙文里的身外化身啊，说的是迪炼嘛。上汽一堆欧洲品牌比较值钱，哪怕不是亲儿子也搞得定啊。是这个亲儿子肯定还是多一层保证吧。小米玉器好像没有苏七的外观酷啊，这个感觉有点木。反正我比较喜欢玉器吧，个人喜好。做期货各种工业品跟捡钱一样，直接空啊，这个没玩过。各种产能过剩啊，是，就国内这格局，谁吞下比亚迪都得噎死，绝对的。比亚迪这种厂没法吞的，你吞下来以后，你管你也管不了。我住在一个纬度跟长春差不多的美国小镇，电车就没啥市场啊，大家都是大号油车，说油车没希望的，要看看不同地区的油价、驾驶习惯、气候、家庭人数啊，不能一棍子打死，鉴别完毕啊，是这样的。小米的车不行啊，这个没事你也不行。丰田啊，省油又不用折腾啊，比亚迪有点悬啊，比亚迪的质量确实是差一点。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通缩啊，过去这个季度 M0、M1对比去年都是2位数的增长，问题是通缩还在继续。哎呀，这个你就不用想了。现在说中国过去5个月啊，就是今年的5个月里头，大概增加了14万亿的居民存款啊，就是我们拿着钱了，拿着钱怎么办？存银行了啊，这个你咋办？谁也不消费，这个肯定是赚不起来的。好，喝口水，我们准备讲下一个故事啊。好，第二个故事，618临近，为什么国补要停了？啊，咱们现在呢都是国家补贴，对吧？雷军5月22号发布会上提的最多的一个词，不是汽车，不是手机，不是芯片，而是国补，对吧？甭管是卖手机、卖平板、卖手表、卖家电，什么冰箱、洗衣机、什么电视，都要提一句，说我们这个都有国补啊，都能享受国补啊，而且每一个公布价格的时候说，哎，你看我这个小米手机啊，这个小米15S Pro 就是搭载他们那个玄界 O1 芯片的那个新手机，5999，为什么？超过6000块钱就不能享受国补了啊？所以5999可以享受国补。那么这样的一个状态，等于整个社会已经为了国补转弯了，对吧？但是我前2天去小米店里头啊，我说这个国补怎么样啊？然后小米店里的人说，国补啊，每天都有可能停啊，你要买就现在买，一定要抓紧，你今天不买，明天可能就没有国补了。我说这什么故事啊，这是，对吧？啊，但是小米的家电是真便宜啊，一个85寸的电视才6000多块钱还是7000多块钱，是真便宜。现在呢，各地都在叫停国补啊，就很多省市现在已经停了。因为讲的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618叠加各个平台的补贴，就很容易算错啊，这个是很麻烦的。第二个呢，就是国补真的快花光了啊！现在国补花掉的这个速度要比大家想象的要快得多。国补到底是不是快花光了呢？一共多少钱？国补啊，一共是3000亿人民币啊。这个年初的时候说了3000亿人民币，现在我们花了多少呢？前5个月花了1500亿啊，一半花没了。那你说这个前5个月花了这个1500亿，后边省着点花行不行呢？不行啊，销售旺季还没来呢。销售旺季是什么？618、双11、双12、过年，这才是销售旺季呢。
对吧？通常 Q3、Q4 才是销售旺季，你现在这个才过了5个月就花了一半，这不对啊！而且现在的计划是，就是按大家测算嘛，6月份，对吧？叠加618，哎，京东大促，有可能直接1个月干掉500亿啊！你前5个月干掉1500亿，我6月份干掉500亿，一下2000亿没了，对吧？70%就直接干掉了，这件事是很难接受的啊！而且呢，有些地区呢还特别夸张啊！你像这么大的国家，总有一些更魔幻的地方。重庆呢是批了12亿啊，就是一共3000亿，给他批了12亿，直接就没了，全花完了。江苏、广东这些地方也基本上花得干干净净了啊，没了。那这事儿怎么弄啊？没法整啊。那你说我国补发完了，经济刺激起来，咱们以后不发了不行吗？咱们也不能说一直发国补，对吧？这个不行啊。原来没有国补的时候呢，虽然说日子也没说过不下去啊，但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对吧？你像雷军去开发布会，都是把国补挂嘴上，每一件商品都得国补，而且要强调我专门为了国补调整了价格，对吧？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就整个社会现在已经被国补扭曲掉了，对吧？现在任何商品你说没有国补根本就卖不掉，对吧？除非是发生了大的通胀，商品短缺了啊，你这个才有可能取消国补，否则的话国补是不能停的，必须要往前走。而且为什么现在一定要停国补？因为你按道理说，我刺激了半天，花了这么多国补，应该有什么效果？应该价格往上涨 ，CPI 往上涨，对吧？大家要努力消费，这个才是效果。但是现在刺激了半天 ，CPI 在下降。CPI 叫什么？叫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叫 Consumer Price Index 啊，叫这么个词。CPI 统计的是原始价格啊，你比如说我这东西是100块钱，国补20啊，你80到手。但是 CPI 统计的是100啊，不是80，不是说因为我加了国补了，然后 CPI 下降啊，不是那么回事，而是应该加了国补以后啊，你整个的这个消费上升啊，这个 CPI 要上升一点点才对啊，但是不是这么算的啊，这个 CPI 还在下降。今年啊一月份过春节嘛，大家还是要花一点钱的 ，CPI 同比上涨0.5%，环比上涨0.7%啊，同比就是跟去年1月份比。环比就是跟上一个月啊，12月份比啊还是涨的啊，这个还可以。到2月份了，这个过完年了，大家稍微缓一缓也能接受，对吧？同比下降0.7%啊，就跟去年2月份比下降了0.7%，因为去年的春节是在2月份啊，今年的春节是在1月份，然后环比呢下降了0.2%，这个我觉得都可以接受啊，因为今年的春节是1月29号，对吧？2月份大家还放假呢啊，那你稍微降一点就降一点啊，没关系的。年前嘛买年货啊，年后的这个大家稍微的休息休息，然后到3月份呢接着降啊，这个同比降0.1%，环比降0.4%。4月份接着降啊，这个同比降0.1%啊，环比呢稍微涨了点啊，涨了0.1%啊，就是比3月份稍微多上升了一点点。5月份继续降啊，同比降0.1%，环比降0.2%。这事儿不行啊！你说我这个钱啊，这个比计划的花的快得多。然后呢，这个 CPI 还降了啊，这个钱花哪儿去了？这不对啊，这事儿，对吧？你这就属于是我把补贴都发了，结果这个价格指数夸夸降下去了，东西越来越难卖了啊，这个价格越来越低了啊，不停内卷，这事儿肯定不对啊，对吧？国家想的说，我从去年开始发国补，去年大概是从年中开始发的，发了应该是1000多亿出来，然后 CPI 指数慢慢都在涨上去，说我这个经济慢慢变好了，对吧？这个。所以很开心的，今年就翻了翻，就直接发出来了。结果好，这个花的钱比去年快，然后 CPI 指数还降了。说你这肯定你不行啊，咱们得坐下来好好盘盘账了啊。这事一定是出现了系统性的漏洞啊，所以国家现在要坐下来说，哎，钱都花哪儿去了？他们发现了几个大的系统漏洞啊。第一个呢，其实是个小漏洞，就是价格操纵啊。什么叫价格操纵？就是部分商家呢先涨价。再呢进行补贴啊，那么相当于是这个补贴补给商家了，民众自己呢并没有补贴着，但是呢这块呢应该是很少的啊。如果大家都照这样玩的话呢 ，CPI 肯定得涨，对吧？你 CPI 跌了，CPI 往下跌呢，所以这个玩价格操纵的人并不多。但是呢，价格操纵呢，为什么一定要出来讲？因为这玩意儿招人恨
啊，这个老百姓啊，消费者他恨这帮人啊，所以这个一定要先讲啊。有些人玩这个虚假价签啊，玩这些东西。第二个是什么呢？叫套利空间。什么叫套利空间？商家虚构交易，这交易本身没发生啊，我虚构了，利用什么瑕疵机啊、内购会啊，套取补贴，我直接把这补贴套走了。消费者可以通过转卖补贴商品直接牟利。比如说吧 ，iPhone 16 Pro 转卖可以挣200块钱啊，什么意思？你 iPhone 16 Pro 叠加国补以后的售价是5499，你到二手平台上去卖这个机器能卖到5700，对吧？多200块钱啊，那么二手市场可能也快崩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权利寻租啊，因为呢，这个你要去领这个补贴啊，你要到政府去领去，对吧？那谁能领谁不能领这件事呢？这个官员就可以去上下其手了，对吧？补贴资金分配依赖于企业资质的审核，存在官员与企业合谋操作的灰色地带。啊，江苏等地暂停线上补贴，转为线下限额补贴管理，正是在审核资金流向啊，要准备封堵漏洞了。所以这是第三个问题。然后最麻烦的是什么呢？最麻烦的是补贴商品重新冲击市场，造成恶劣影响，对吧？你比如说很多商品叠加上平台折扣和这个国补之后，导致呢价格倒挂了。现在很多新机比二手机便宜啊，就刚才我们讲的 iPhone 16 Pro 新的比二手机便宜了，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上面咱们讲那故事，0公里二手车其实也是补贴造出来的东西，而且它0公里二手车去卖的时候，它卖的比你新车还便宜。为什么？因为我已经拿到补贴了，我所有的东西包牌包税，对吧？你原来那个车卖10万啊，我现在这个车敢卖8万卖给你，对吧？那 4S 店也在那儿叫苦不迭。你说我花钱压了货了，买了车了，结果人家那0公里二手车卖的比我这还便宜，还省事儿，对吧？你包牌包税嘛，对吧？你直接开着车就能走，你不像我这个车，新车买完了以后还得上牌交税，办一大堆手续，还特别麻烦，对吧？那这个实际上是直接对这个一线的生产厂商跟这个销售渠道直接造成冲击了啊，这个是很讨厌的。所以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就是钱在赚，商品呢在账面上也在赚，补贴花了，东西并没有到用户手里头，反而冲击了正常的生产和销售渠道。线上的补贴额度啊，线上的补贴呢过度的挤压了线下实体商户的生存空间，导致呢部分中小商家直接倒闭，失业潮就出现了，对吧？很多的说我线下店卖没有人了，我前2天跑去一个周围的一个苏宁的线下店去看，我那叫冷清，从楼上到楼下就我那么几个啊，我跟我太太去逛啊，没几个人在那看。这个我觉得那个店里边的售货员的可能是顾客的10倍的人数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完全没法看了，这个对吧？因为大家都到线上啊去补贴了，因为线上有各种的优惠补贴叠加，你线下的话，你还得跟他扯半天，对吧？人家还这个有很多的信任缺失，我扯了半天，你是不是把所有的补贴都给我了？所以线下根本竞争不过线上补贴。然后另外就是国补跟平台促销叠加，可能引发价格体系崩溃啊。比如说吧，1级能效冰箱补贴以后是3200块钱，然后618纯折扣，然后最后杂七杂八加一块3000块钱，你可以买一个大冰箱回来，对吧？这就没法整，因为国内还有一个很特殊的职业群体，他们叫什么？叫羊毛党，对吧？什么叫羊毛党？你把价格标错了，马上就被薅秃，对吧？现在整个的这个甭管京东也好，拼多多也好，它那个折扣体系非常复杂，我自己是从来算不清楚，所以我现在只要买大件的东西都是请我老婆去买。像我前2天去买那个 Switch 2，我说太太你去帮我买吧，然后这个你有什么样的折扣，有什么样的券，有什么会员啊，你去搞定。他买的就比我买的便宜啊，对吧？要我的话懒得跟他费劲，直接点确认就完事儿了啊。现在都是我太太买，但是呢，有人以此为生啊。就是一旦发现有人算错了优惠，直接冲上一下单，下完单以后他再转卖，对吧？它是这套体系是非常非常完善的。所以去年国补的时候，这些东西叫抬头啊，并没有特别大的大行其道。等到今年说我们加大力度继续补的时候，这些整个的这种灰色产业链就运转起来了，对吧？把国补都吃进去了，然后但是整个的消费没起来。
啊，那么国家就不乐意了，说我花的真金白银3000亿不见了，对吧？然后你们把钱都弄哪儿去了？你得给我说道了啊！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后边怎么玩呢？第一个，补贴肯定不能停啊，这个事儿没什么好说的啊。现在一定是调整政策、调整策略，继续补啊。那么重新要去打补丁啊，要把这个包括一些比如地方分配啊，应该如何计算啊？线上线下应该如何分配啊？二手市场是不是应该整顿一下了呀？对吧？你不能说我下了单啊，把这个补贴的商品弄回来以后，我放到二手市场还能盈利，这事儿肯定是不行的，对吧？啊，要把整个这些东西要收拾干净，然后呢，可能要杀鸡儆猴，对吧？你出了这样的东西啊，你总是要拎出几个倒霉蛋出来啊，这个表演一下，对吧？这个板子怎么打，脑袋怎么掉地上啊，这个还是要去表演一下的。第三个呢，加钱呗，对吧？前面3000亿我们已经花了，估计6月份过完就2000亿就没有了啊。那么还剩1000亿，这个年肯定过不去，对吧？特别是第3季度、第4季度，这个双11、双12，然后再加上各种的这个，过年什么这种旅游叠加什么，这肯定过不去。那这个一定是要加钱啊，这个可能，比如到下半年再给个3000亿，这个是有可能的。那么核心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话，补贴呢其实只是一个小修小补，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经济呢没法流转起来，才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补了半天，你赚不起来。像我们家就是各种国补，我还真的去买东西，对吧？但是有很多人就是你再怎么补，我也不去买东西，因为他没有收入啊，他也没有对未来也没有什么信心啊，那他就没法去消费。民众缺乏信心，大家不去消费了，这事儿就很难看。很多数据呢，现在也不太好编了啊。CPI 的数据就属于没编住，没编好，对吧？你比如把 CPI 编的让它涨价一点或者什么的，对吧？它就撑不住了。而且各种报喜的数据呢，你也没法完整看了啊。很多报喜的数据说，你看我们节假日出行人次屡创新高啊，我们5·1出行了多少人，我们端午节出行了多少人啊，这个实在是很棒。这个，但是你再去看另外一个数据，这出行的人单人消费金额屡创新低，对吧？大家到了景区里头往景区一站啊，这个东西也不吃，酒店也不住啊，这个直接在那看完风景走了。现在大家都是这样去玩了，甚至是说，哎，这个到节假日了，我干脆回家吧。啊，我确实是出行了，确实坐了火车飞机了，但是到那儿呢就住家里了，对吧？更省钱了啊，所以这个大家都不消费，就没法整。电影票房啊，春节档靠哪吒二直接撑了一把，到后边基本上就废了。哪吒二到现在还没下线呢啊，现在大家到电影院里还可以买哪吒二的票去看呢，对吧？但是哪吒二现在也没人看了，因为你已经上线了快半年了，对吧？上线了3、4个月了，你这咋弄啊？对吧？这个没法整了啊。那么现在各个节假日的这个电影票房数据压根都不说了啊，说了也没什么意思，对吧？这个，所以现在很多的数据都非常非常难看。啊，这就是现在国补遇到的问题。总结一下吧，国补呢，我个人肯定还是喜欢的啊。买任何商品没有国补，坚决不买啊，这个不用担心，肯定是要去买国补商品的。啊，商家也必然会继续在商品最鲜艳的地方啊、最鲜明的地方，把国补2个大字给我写上啊。这个你如果不写的话，这东西真卖不掉啊。现在的国补呢？在有些地方已经成为了拆迁大甩卖的一个这个潜台词，意思是什么？就我国补现在还在啊，赶快抓紧买，明天没了啊！你像我去小米店里头，我说哎，这个电视怎么卖啊？哎，赶快买啊！今天还有国补，明天不一定有了啊！现在在基本上讲这么个话，对吧？这个至于国补的这个调整政策啊，应该在6月份以后吧会出来啊。现在呢？肯定国家还是在商量，看看杀哪只鸡啊，给这个猴们看一看，对吧？补哪些漏洞，然后再多加多少钱进来，这个一定是要加钱的啊！不加钱，这个国补这件事儿就玩不下去了啊！在经济整个正常运转起来之前，一直都会有国补啊，这个不用担心。好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2个故事啊，比较短小的一个故事，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观众们不要吐槽小米，否则博主给你们怼回去啊！一个不懂汽车的女观众观察，哎，其实也没什么了，就是小米的东西呢。你像我一般讲的就是小米从来不以技术著称啊，小米技术一般都很一般啊。小米是什么呢？就是傻的黑粗啊，你这个就是堆料堆得很足吧啊，然后呢技术呢叫能用啊，也就这样啊。你说你批评小米这个没问题啊，但是你要能说得清楚哪儿不好啊，你一上来说啊小米不行，小米这不好，小米那不好，你说哪儿不好，对吧？增加14万亿是一件事啊，另一件事是这14万亿都是什么人存的？这不能说呀，咱们现在公务员的财产是保密的，对吧？你怎么能去知道什么人存的呢？现在是居民的储蓄大概是8万亿啊，就整个的存款是14万亿增加了。米 boy 啊，倒也不至于米 boy 了，就是小米大部分东西我也不喜欢。没钱的维持生活水平不下降都难。这个其实生活水平都在下降，像我们家生活水平也在下降，对吧？像我原来肯定每个礼拜在外边吃的东西是很多的啊，现在就基本上都在家吃。但是在家吃呢，省钱啊，这个身体其实还是好一些了。第一次赶上直播，哎呀，又可以重新玩这个梗了，感谢。感觉北京现在有些地区房子值得买了啊，天通苑1万多啊，天通苑也没有1万多吧，还是很贵的吧？租售比妥妥的超过5%，这个我没看到天通苑1万多的房子，天通苑应该也还得5、6万吧，我觉得。所以天通苑怎么可能这个小本是有可能的，就是你产权不是完整的。国补的真实消费是多少是个谜，对，这事儿没法说，就跟这个零公里二手车你没法统计一样。你如果把这东西统计清楚了，就一堆人头滚滚了。杀鸡儆猴的另外一层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能把猴杀了，对吧？这个你只能杀鸡啊，这个猴还是比较值钱的，所以这个大家要想清楚。天通苑是5号线的终点吧？这个最大税城啊，成交价已经有这个低于2万的了，这没看着。我用国补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一台洗衣机。对啊，你像我们这都是属于真正花钱的人。这个很多人领啊，一个空调比前2年便宜了8、900啊，这个确实有人领，但是呢，你不能按身边的人到底有多少人领到了国补去算这个事儿，对吧？这个还是要按统计来算。难道和去年的股市一样，大家都来薅羊毛？股市不用跟去年的比，股市从来都是大家来薅羊毛的啊。小米车牛啊，这个小米车也没什么牛的吧，反正它是堆料堆的比较足啊。油价的上涨和屋顶上太阳能板发电的电价的低廉，用电车比油车的开销相差太多了，所以在换车的时候会考虑到这一个因素的。是的，但是油价这2天会涨啊，因为以色列跟伊朗这边打起来了。今天好像就涨了很多啊，过几天据说还要再涨非常的多啊，现在有人说这个有可能会翻番。二手房还要4万多呢，对这个，所以不要胡说八道啊。这个空调去二手办公设备市场买很便宜，是的。做省级代理的啊，基本都跟回收电池那帮人一样的背景。国补这是查呢，还是不查呢？肯定不能查呀，对吧？所以说现在需要找一只鸡呢。办公设备市场在哪里啊？这个你可以去找一找啊。4万是挂牌价，现在成交价很夸张。现在其实很多就是挂是挂上了，但是你根本成交不了。每个大城市都有，是。北京应该没有，北京有，闲鱼也有啊，很多地方都有这种东西。去跟中介聊一下，现在挂牌价没有意义啊，成交价你看不到。这个东西啊，就是你只要自己不去买这个房子，你比如说，哎，我刚买的，我现在把房本晒一下，对吧？你不去买，谁也不知道这到底是多少价格。点赞看回放啊，没问题。成交价也差不多啊，除非是那种20多年前的老房老破小，这个要看啊。你现在谁真的2万块钱在那边买着房了，你再出来说。
在网站点一下就可以领补贴了，不用审批，这个就属于太过分了啊！我没看到这个网站，欲速不达，杀鸡取卵，但你又怎么办呢？你还是得补嘛。所以什么时候恢复投机倒把罪啊？这个有点难啊，这个事儿实在太吓人了。线下价格跟线上实在没法比，对，虽然没有同款，现在也是同款，哪儿给你做那么多款去？但是你到线下去问，说，哎，我线上看多少钱，然后他就在那说你那线上是假的，对吧？到现在还是这套词儿，就是我一听他们讲说你线上那货是假的呢，我就懒得跟线下这帮人聊了，对吧？你都不换点新鲜词儿，这不是欺负我的智商吗？线下店不是早就沦为体验店了吗？没有，还有好多线下店在那苟延残喘呢。现在二手市场很火，反正新的买的卖的很快就贬值了啊，这个是真的。据说废掉的电池和太阳能板的处理生产产生的污染是永久性的，这个不好说啊，看它具体怎么处理了。25年的新品25年的新品很有可能把补贴算在利润里了，尤其是国内厂商，这个卷呗，看最后谁卷到谁呗。比亚迪是不是要挂了？没那么容易啊，我不觉得比亚迪会挂。我下单了一个蓝牙耳机退了啊，旧的就将就着用了，那好吧，将就着用吧。消费刺激最简单的方式是学欧洲人普发最低收入，至于退休真的不可以有。欧洲人工做到70岁不是很正常，去香港看到80岁的工作也不少。日本现在不就号称进入到不退休年龄吗？不退休状态，就是大家一直干到死，因为你不让他干呢，他也觉得挺无聊的。补贴肯定会导致降价，你看中国对出口商品进行补贴，导致国内出口商品低价出口，都是吃出口退税的。是的，大家卷呗，你不降价我降，对吧？没下线逆天啊，什么意思？3000亿看起来很多，平均14亿人，你不能平均14亿人，还有好多那个月收入不足1000的，你让他拿多少补贴都没用啊。没就没了呗，有国补立省15%，没国补立省100%，对，你不买了呗。小米不好就在于好多东西1年以后就报废，要不就卡顿啊。这个在我这儿还没有啊，我们家的各种小米产品都一直用下来的，还都挺皮实的。领跑价格也便宜啊，领跑确实是便宜。领跑有什么问题吗？领跑就是代工模式呗，就是它就是个设计中心嘛，厂子不是他自己的。很多也不是没钱啊，而是这些家电消费电子，该买的都买了，也总不能人人买大疆，天天换手机啊。是啊，我到小米店里去，我说我想买电视，对吧？我说我们家电视1080P 的，我现在 PS5也有了，Switch2也有了，都是4K 的，我们家电视不赶趟了，但是它就不坏，你怎么办呢？对吧？这个就没法整啊。然后我觉得让消费整个动起来，其实还是要靠房地产。这个一个电视，甭管是3000、是4000、是5000，不重要。电视你买的是什么？买的是10平米房子，对吧？3米宽，3米长啊，你买的是这块空间。你没有10平米的新房子，你就没有换电视的这个动力。它是这样的一个底层逻辑，所以房地产死了，就整个的消费就起不来，你没办法。老范对小米的认知确实很清晰，就说旗舰手机堆料到爆，效果却堪堪比得上 OV。对，是这样的，它也就这样的一个水平，它就是堆料堆死，技术一般。天通苑4万啊，这个我还真没有研究这个价格啊，你们谁说我刚买了再说？这个感觉都不消费，是因为穷的没钱消费啊，这个真不是穷的没钱消费，而是大家不敢消费。你说多出来那些存款呢？14万亿存款，对吧？那多出来的，1到5月份多出来的，对吧？这个反正也不消费。日版 NS2，这个日版关键你咋玩啊？你日版拿回来以后，你没法换语言啊。
也没有1600吧，我看的好像是不到3000，2000多块钱啊，我不记得有1600的这个价格了。全国房价对半是起步啊，深圳、厦门很多都是跌到60%、70%的盘子非常多，上海、杭州也是对半。这个看吧，我反正没看着。中国油价定价机制是玄学，成品油承担了很大部分的基建维护费用，打仗肯定马上涨。这个国际油价跌的时候，国内肯定不会降价，甚至更何况是要填电车的税费窟窿，更不会降价啊。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中国油价的这个定价标准呢，我是真的认识人啊，就是原来写这个定价程序的那个人呢，是我以前的一个客户，就是我那时候在波兰的。卖这个开发工具，然后呢，他们就是拿 Bolin 的一个开发工具写的那个定价程序。他们那个定价程序也很简单，就是国际油价是多少啊？然后呢，它几个因素算完了以后，然后呢，它有一个这个调价周期，也就是它不会说跟着那个国际油价天天变啊，它是说我到了调价周期了，然后呢，我这个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或者达到某一个阈值以后啊，我就涨我就跌啊，它国际油价跌它也跌啊，只是呢它里的参考因素稍微多那么一点点啊。至于第二个这个税费窟窿呢，确实是比较麻烦的啊，因为电车什么养路费啊什么的都没有，所以这个现在大家也在想说怎么来弥补这个窟窿啊，这个大家还要再去思考。真的没什么想买的啊，该有的都有了。想更新显卡，但是5080没有国补。5080不行，你就买5060呗。我去年初买的北京房子啊，成交价比挂牌价低2/5啊，然后中介后来又来跟我说，卖完了以后行情继续滑落啊，这个确实是慢慢滑。但是我反正现在对于买房也没什么想法。在日本线下店比线上亚马逊便宜啊？这个没想到啊！这个日本我觉得还是要经受拼多多的考验。北京怎么成交价不让看了？上海链家还是能看到成交价的，这个不知道，我最近没关心房子的事情。线下跟线上的旗舰店是一致的，但是分销的同款一般更便宜，因为降规格。例如800瓦的微波炉线上分销便宜100啊，功率700瓦，这个我不太相信啊，因为多做一个 SKU 还是很大成本的。北京房价去年降了很多啊，前年涨了不少。这个房子不研究了啊，京东点一下就能领补贴，但是这个月开始江苏要申请了，江苏就是花的比较快的一个地方。这个确实啊，点名联想电脑随着补贴涨价，去掉补贴就是原价，这个那怎么办呢？成功的拿到补贴，把一台12年前的西门子滚筒换成了新的小天鹅滚筒，不是因为坏了，也不薅这个羊毛。不过人家国补到家开机扫2维码，做的挺正规的啊，是，反正能买就买吧，那怎么办呢？CPI 不包括电子商品价格，包括，它只是不包括补贴。索尼总裁好几年演讲还说，不知道为什么 PS 在中国销量不佳。底下有人评价，因为租不起有客厅的房子啊，是这个确实是啊，就是你必须要有客厅，要有这个空间。还是但是包括电车啊、汽车都包括，这个电子商品也包括啊，电子商品未必包括，但是实体商品肯定包括，电商的商品是包括的啊。新能源是污染转移啊，但是车牌是绿的啊。我们一直希望它换牌子，但是也没换成。这是今年雷军在参加两会的时候提的议案。油车不换了，我和老婆花了1万多买了2台集合的电摩啊，天天代步接孩子啊，这个也挺好的。日版 NS2 限制太多了，不光是购买主机，包括后续游戏都锁期。如果定下来要买，还是老老实实京东旗舰店买港版。对，我也是买港版，很快。
现在平均房价跌了3%啊，房价不研究了。电车什么时候开始征养路费呢？等呗，现在电车越来越多，你也不能说以后都没有油车，这路就不养了。感觉任天堂就是日本的华为，这个反正这次这个定价确实挺奇葩的。因为我就是那个买了700万的这个冤大头啊，这是什么意思？买房嘛。这个房地产是大家能够有财富感的一个商品。是的，中国人其实买房是非常这个痴迷的啊，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土地，要有自己的房子。确实线上要比线下规格稍微低一点但是我购买的经验来看，效果其实差不多。我从来不认为它会专门再做一款。感觉短视频互联网的发展让人类进入了低欲望时代。我觉得低欲望时代肯定不是跟短视频有关系啊，短视频也希望你买东西，人家最后也是需要靠广告变现来搞定的。索尼上任 CEO 太遭全世界玩家恨了，还是平井一夫好，这个就不研究了啊，也羡慕那些没买房没买车的人。我是准备买我的车去，补贴就应该直接发到老百姓手里，这是不可能的。中国的这个传统技能就是坚决不能给老百姓发钱啊，这个不能违背祖宗的这个祖训。运动相机、电饭煲、洗衣机、微波炉、烤箱、除湿机4、5月全部换掉啊！这个好同志，这是好同志。我就没买房没买车的人，也没钱啊！我是车有房呢没有。这个微波炉是800瓦，分销卖700瓦，我是买了个700瓦的冤大头啊，好吧，我以为你买了个700万的房呢。馆长来大陆好热闹，馆长原来是干什么？我并不是那么了解啊。用了国补，便宜了大概25%，挺好的呀，这不是挺开心的吗？我去年才在京东换了台冰箱啊，同品牌要比线上小10升，这还真不知道。晚上好啊，晚上好，咱们差不多了1个半小时。哎，你们一直看着不卡吧？因为我这儿一直显示的网络不是特别好。如果你们不卡的话，那我也差不多就咱们到这里了啊。然后周末的话，再看看明天讲什么还没想好，明天休息休息。然后这个周的会员节目的话，也让我稍微想一想，因为最近这几天还是要腾出一些时间去玩我的 那个 Switch 2啊。这个车企要内卷，应该互相比谁账期更短。没有，车企要内卷，应该是互相举报对方价格那个质量不合格，这个才真的是死穴啊。80后不买房，估计比疫苗3针不打还难啊。这个80后你总还是要结婚生娃的嘛。不止短视频啊，这是说的什么啊？这儿我认为短视频导致了性萧条啊，性萧条我从来不认为是短视频搞的，而是这个各种的规则，对吧？你比如说这个不能擦边儿，然后要加上各种的这个遮盖搞的这些东西搞的性萧条。意思就是显卡的话，就可以连着播。什么叫连着播？这倒没有了。卡，我觉得，因为我这儿一直显示的是网络不是特别好。我查了一些家电品牌，有好多工厂，我发现旗舰款都是主厂做的，其他的都是小厂出品。其实像我们买东西一般都是买旗舰款嘛。不买房怎么结婚啊？这个是真的。中国都是要买房才能结婚的，没开上小米，先开会马里奥卡丁车，知道我是买的马车版的。呃，我现在快手和小红书、抖音，全没个性，了，什么意思？短视频小姐姐提高了视觉刺激，
这个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还是这个管控太严了。找个有房的女朋友结婚啊，这个支持你们。好啊，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周末愉快，再见。